10位俊男靓女备选仪式，强制参加一款现实版狼人杀游戏。如果中途退出，恶魔的死亡惩罚便会降临。赢得比赛者会获得高额的积分，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便会实现你任何的愿望。这里有10张卡牌，10名玩家需自选1张作为身份牌。拿到恶魔牌的我只是微微一笑，可旁边那个非主流男生却骂骂咧咧起来：“什么垃圾游戏，老子才不玩！”说着还朝着舞台冲了过去。而台上的裁判只是抬手轻轻一指，一瞬间男生的身体仿佛被撕裂一般，直接被砍成了2半。大家的瞬间都硬了下来，身上也止不住的发抖。干扰裁判宣讲规则：王平生玩家惩罚20积分，并当即处以猎杀之痛苦。等等，什么意思？他不是被杀死了吗？积分是什么意思？猎杀之痛苦又是什么？你在杀人犯法呀！那个化妆妹心理防线已经崩溃，泪水都把化的妆给弄花了。对于本场游戏以外的规则，请在你们手机上的恶魔游戏 app 上进行确认。我没有为你们讲解这些的义务。在讲解规则前，先宣布王平生玩家的惩罚结束。在本场游戏中，我会保证游戏绝对公正，所以不会存在没有人没听到规则。恶魔再次用手指了一下王平生的尸体，那具惨死的尸体无任何征兆瞬间变成了活生生的王平生。此时王平生如同之前一样，身上没有任何伤口，就连衣服没有任何变化。游戏名称：潜伏在村庄的恶魔。故事背景：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有着居民在此生息。但是好景不长，邪恶的恶魔混入了他们之中。他们伪装成人的模样，白天和普通人一起劳作，晚上恶魔们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一同去杀死一位村庄里的居民。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为了能够消灭恶魔，村庄里的人们白天会聚集在一起，一起讨论并找出谁是恶魔。得票数量最多的居民将会被村里所有人进行处决掉。在村中央的大树上，在村庄里隐居的老占卜师能够通过自己的水晶球占卜一个居民是不是恶魔。村庄教会的僧侣每晚保护一名居民不会受到恶魔杀害。也有的居民心怀鬼胎，村庄里的寡妇似乎爱上了一名最近进入村庄的帅气的小伙，只不过这位小伙究竟是人类还是恶魔，这没人知道。游戏目标：根据自己的身份，按照故事背景下的任务条件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再次确认了我的卡片上面清晰的画着一个血红色的恶魔，但我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玩过狼人杀的都知道，表情管理非常的重要。我感觉动作天旋地转，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等到周围的景色固定下来，自己现在正身处一个房间，双手也逐渐变成了锋利的爪子，眼睛也冒着红光。我的房门也自己打开了，我顺着房门的方向走了出去。一共有10个房子，每个房子前有着一个名牌，有着他们的名字和头像画像。突然，我看见有2个房门也自动打开了，2个人从房门中缓缓走了出来。我定睛一看，这2个人是白天一直被那个化妆女瘴气针对的胖子林壮，还有一个是在人群中一直沉默寡言的女生，她叫刘雪。那2个人神情非常紧张，似乎非常害怕自己抽到的恶魔角色。经过一番协商后，我们决定今晚干掉那个非主流男生王平生，因为他拿到身份牌后一直在笑，很有可能是拿到了占卜士或者僧侣。没过几分钟，3个人根据王平生的名字和头像找到了他所在的房子。我深吸了一口气，推了推房门，只见房门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血印的插号，顿时房门猛地打开，只见王平生如同死猪一般躺在床上，完全没有任何反应。令我们惊恐的事情发生了，王平生如同之前一样，身体再次被撕裂开来。这么看来，选中房门的那一刻，这个剧本就已经确定了当晚的击杀目标，那个目标会自动死。我们再去到别的房间，门已经开不开了。此时3人又开始紧张起来，因为虽然王平生已死，但我们却根本看不到他的身份。也就是说，如果占卜师还在，对了，万一明天白天有人说自己是占卜师，说占卜得知我们其中一个人是恶魔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因为这个剧本中存在僧侣、占卜师，就算身份暴露在大众的视角下，我们恶魔晚上也不敢直接去杀占卜师，因为僧侣正常情况下必定会保护占卜师，所以占卜师只要明白这点，基本明天都会爆出自己的身份。如果查验到恶魔，那么白天可以直接处决恶魔。就算查验到村民，场上也有2个名好人的信息，这很挤压我们恶魔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在没有确定僧侣死没有死，基本不敢动占卜师，否则就必定杀不死人。我们作为恶魔能够在网上杀人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而此时的我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和同学们一起被传送到一个神秘小岛，而我却成了最强杀人王，只因杀掉一个人就能获得1点积分。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便会实现你任何的愿望。10名玩家需自选1张作为身份牌。我和林庄、刘雪3人抽中了恶魔牌，便在夜里偷偷干掉了那个倒霉蛋王平生。因为他拿到身份牌后一直在笑，可他虽然已死，我们还是无法看到他的身份。如果占卜师还在，我们白天就可能会被指认，所以我决定白天和占卜师对调身份。此时所有的房门都打开了，大家都陆陆续续的走了出来，来到了村庄中心的大厅，然后围绕着站成了一个圈。经过一番自我介绍后，大家发现昨天那个非主流男生并没有出现。突然，之前那个恶魔慢慢如同闪现一般，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我是这场游戏的上帝，下面我来播报一下首页死亡玩家的遗言。什么？还有遗言？我心里一惊，内心十分慌乱。万一我们3人被指认出来，一切计划都将落空。昨晚的遗言是：你们这帮杀人的杂碎不得好死。遗言结束，首页之后死亡将不再有遗言。
听到这毫无意义的遗言后，我们三人着实松了口气。但是看样子这个王平生大概率是个平民了，有些遗憾。此时，那个文学系大学男生丁杰允率先开口：“我认为这场游戏的人员分布应该是4个普通居民，一个占卜师，一个僧侣，3个恶魔，还有一个寡妇。我们好人的目的就是找出我们之中存在的恶魔玩家，处决他们，我们才能得到胜利。否则，如果恶魔把我们好人击杀到和恶魔数量相等，我们就输了。所以，我们处决人前必须谨慎。等等，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些是没错，但万一你就是恶魔呢？一直在误导我们怎么办？”唐凡帝突然面色不善地询问丁杰允，我立刻反驳道：“我认为丁杰允做不成恶魔的身份。如果他是恶魔，在现在大家都非常混乱的局面下，没必要帮大家梳理局势。根据现在已知的信息，我认为他分析的是正确的。我决定拉取一下丁杰允的好感。”丁杰允对我微笑道谢后，又继续说道：“接下来让占卜师带队吧。我也觉得没必要藏了，我就直接出来吧。我是占卜师。”那个化妆妹张琪突然说道：“这个死肥宅就是恶魔。”林庄顿时感到头晕目眩，没想到自己这么直接就被揪出来了。昨天拿到占卜师的身份后，我就打算查验你了，因为我一看你拿到身份牌的鬼鬼祟祟的模样，就不像一个好人，果然就是一个恶魔。今天直接全票把这个恶魔给处决了。顿时，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林庄看。你血口喷人！林庄感觉自己全身慌乱，浑身在颤抖，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真是混蛋！谭丽也是非常愤怒。突然，林庄也是愤怒地抬起了头，死死盯着张琪，说出一句令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解释：“大家别相信这个混账女人，我才是真的占卜师。”大哥，你在干什么呀？你这样作死，我现在想救你都救不了你了。我感觉自己似乎血压飙升，赶紧深吸了几口气，平复了下自己的心情。张琪依然戏谑地看着林庄说：“那么你说你是占卜师，你有查验吗？你昨晚查验了人了吗？”“当然，我昨晚查验的是。”林庄顿了一下，“我查验的是这位女生，应该是叫刘雪，她是好人。”天啊，你要作死，别把自己的队友给拉上。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再次飙升，我真的是好人了。他说我是好人，那我确实得承认了。而且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们说他是恶魔，那他应该就是恶魔。他觉得自己身份快暴露了，故意来说我是好人，想让你们怀疑我。刘雪急中生智，赶紧辩解道。唐凡帝沉思了一下，缓缓说：“也确实，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再讨论讨论？毕竟占卜师对我们好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不能鲁莽行事。你本来就和林庄开局就不对付，如果林庄是占卜师，我们被你带跑偏了怎么办？”我看到这时场上局面突然发生了逆转，倍感意外。我盯着唐凡帝，有些好奇这个戴着眼镜的男生为什么突然开始为林庄辩解了？难道这个唐凡帝是寡妇，然后暗恋的对象选择的是林庄，所以现在开始帮助林庄了？突然，丁杰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林庄问道：“林庄，你昨晚是如何查验身份的？”啊！林庄没想到丁杰允这个时候会突然问自己，顿时非常慌乱。我是鹅，走出家门，来到刘雪家门口，然后看到她是好人。完了，我闭上了眼，这个林庄已经完全聊爆了。丁杰允笑了笑，大家都还记得剧本说的，在村庄里隐居的老占卜师能够通过自己的水晶球占卜一个居民是不是恶魔。林庄竟然能够说出自己是出了家门才看到别人的好人的身份，这直接就出卖了他。我刚刚只是紧张了，我的确是用水晶球查验的，我只是因为紧张忘了。林庄大声的辩驳。漂亮！张琪拍手称赞。林庄顿时面如死灰，仿佛已经看见了自己的结局。我明白了，林庄确实是恶魔，看来我对这种游戏的理解并不深刻。周宜妃弱弱的回应，而唐凡帝思索了片刻，想了想，回应说：“的确是我疏忽了，林庄确实是恶魔，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并不是恶魔。我这个人只是思考比较全面，我会尽力考虑所有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们还怀疑我是恶魔的话，占卜师今晚可以来查验我，但你如果查验我，肯定只会得到好人的答案。”张琪冷笑着看向唐凡帝，没有说话。我感到一阵头疼，现在我们恶魔可以说是几乎进入了一个死局。现在场上的好人都准确地认下了真正的占卜师。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击杀僧侣，那么僧侣可以一直保护占卜师，然后占卜师能够一直查验所有人的身份。如果再不有所作为的话，简直就是慢性死亡了，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觉得必须得找到一个突破口。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询问道。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今晚僧侣肯定会去保护占卜师的吧？那么恶魔应该也会知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恶魔肯定不会去击杀占卜师，那么他会去击杀我们其他的好人，这样不是我们明天必定会死一个好人。看到王平生那惨死的样子，真的太令人害怕了呀。说完，我做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对啊，为啥僧侣一定要保护占卜师啊？我们的安全也必须得有保障啊！万一我明天死了怎么办？女教师张梅瞬间接过话来，喋喋不休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你能和我比吗？我可是非常重要的占卜师，我可是好人的希望，肯定要保护好我的安全才行。”张琪不悦地回应：“你这个小丫头真没有素质，太过于自私。”张梅此时面带怒色：“我也不想被那样撕碎，太恐怖了。”周亦菲脸色惨白，这时也小声提议，仿佛快要哭出来了一般。我也是。刘雪低声回应。大家安静，听我说。丁杰允清了清嗓子，突然严肃地说道：“我觉得僧侣没必要因为这个原因而更改自己的保护的目标。我建议僧侣不要去赌恶魔不会击杀占卜师，而放弃保护占卜师。如果你这么做，占卜师对我们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占卜师，我们只能够凭借着感觉来找出恶魔。所以，哪怕就算我今晚被杀害了，也比占卜师被杀害好上了不少。”丁杰允缓缓地回应：“这个游戏最终是看阵营的胜利的，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不希望后面再有人来指挥占卜师或者僧侣晚上的行动，否则我会认为是恶魔在搅浑水。”大家看到丁杰允严肃
肃的表情，也都闭上了嘴，场面也恢复了安静。真是谨慎啊！估计我也遭到了丁杰允的怀疑了吧？不过已经足够了，已经找到谁是僧侣了。我缓缓闭上了眼，恶魔阵营终于能脱离死局了。我和全班一起被转送到一个神秘小岛，而我却成了最强杀人王。只因杀掉一个人就能获得一点积分，只要你有足够的积分，就能实现你任何的愿望。10名玩家需自选一张作为身份牌，我和林庄流血抽到了恶魔牌。虽然我们昨晚已经干掉了一个平民，但是现在全场唯一的预言家张琪已经查杀了林庄，看来他是保不住了。如果想要破局，就要先找到僧侣，只要干掉他，杀预言家就轻而易举。而此时我也基本锁定了僧侣的人选。天色逐渐变得昏黑，恶魔慢慢突然闪现到村庄广场的中央，然后面无表情地宣布：8位玩家都投给了林庄，今日处决的人是林庄。突然，林庄从地上直立立地站了起来，双眼无神，手上拿着吊在大树上的其中一个绳套，他面无表情地将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在众人的注视下，只见林庄没挣扎多久就没了气息。我瞥了一眼流血，只见他也是面色非常惨白。看来直视同伴的死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恶魔阵营能不能继续存活下去，就看今晚的刀法。希望我的推理没有问题吧。夜晚终于降临了，我和刘雪走出了房间。我们今天把丁杰允杀了吧？我看他今天白天非常多的时间一直在观察我，我害怕我的身份已经被他看穿了。还没等我说话，刘雪抢着说了他的想法。丁杰允这个闭眼玩家现在还不是最棘手，我们应该先干掉僧侣，而这个人就是谭丽。因为今天我故意说平民会惨死的话题，张梅和周一飞都显得很慌乱，只有谭丽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今天先击杀谭丽，明天再击杀张琪，这样我们恶魔阵营就能够隐藏下来。刘雪点了点头，然后我们俩朝着谭丽的房间走去。时间又来到了早上，大家还是按照昨天一样，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村庄广场集合。而这时候我们发现，除了谭丽，周一飞也不见了。怎么回事？难道恶魔一个晚上还能杀2个人？张琪难以置信地说。此时远处传来恶魔慢慢的声音：周一飞昨晚突发心脏病，晕了过去。游戏继续。那么现在场上只有6个人了。张琪报了昨晚查验的对象是唐凡帝，虽然查出来是个好人，但他还是不能理解为何昨天唐凡帝要替林庄讲话。我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幸好昨天没有查到我们恶魔。丁杰允突然说道：不，其实唐凡帝不一定是我们好人阵营的，你在搞笑吧？唐凡帝被气笑了，你的身份确实是好人，但你可能是寡妇，暗恋的是林庄，所以你昨天就一直帮林庄说话。丁杰允解释道：昨天你故意想让占卜师查验你，好帮助恶魔躲过一次查验，同时也能够给你发一个好身份。原来如此啊！我就说这个唐凡帝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原来是个暗恋恶魔的寡妇。张琪恍然大悟，那今天就把他给投出去。唐凡帝缓缓地说：那如果按照你说的，那我已经赢了。唐凡帝这句话如同响了一鞭，炸响在众人的耳边。丁杰允突然一下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他似乎已经反应过来了，确实是我疏忽了。现在场上只有6个人可以投票，还剩下2个恶魔。唐凡帝只要直接公开说自己是暗恋林庄的寡妇，是恶魔阵营的就行了，然后联合其他2个恶魔一起投票。我们好人只有3票，所以今天的投票必定无法处决恶魔。然后恶魔能够在夜晚一个个杀死我们就行了。我们已经输了，没错。如果我是暗恋了林庄的寡妇，我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和你们玩什么演戏，和我的队友直接绑票，然后我就赢了。唐凡帝补充道。所以，既然现在唐凡帝并没有这么做，只能说明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了。丁杰允点了点头，确实，我也在心里暗暗的想，这下能够完全确定唐凡帝肯定不是我们阵营的，真是可惜。所以，刘雪、曲靖以及张梅，你们3个人中有2个人是恶魔。什么？我是好人呢？原来你们2个竟然是恶魔！张梅惊呼：喂，凭什么你丁杰允能够把自己摘除？张琪是占卜师，唐凡帝是他查验出的好人，这2个人我可以，但你丁杰允凭什么是好人？刘雪被丁杰允直接点出来，非常不服气的说。丁杰允微微一笑，不紧不慢的说：如果我是恶魔，昨天为大家分析局势的时候，完全可以替林庄辩驳。张琪对着刘雪露出了嘲笑的表情，你应该就是恶魔吧？你的队友都抛弃你，你还在坚持，真是够辛苦的。哎，这下已经无力回天了。今天刘雪估计必定会被处决，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住，我非常无奈。对了，丁杰允，最后一个恶魔在曲靖和张梅中，你认为会是谁？唐凡帝推了推自己的眼镜，缓缓地说：这2个人都有嫌疑。张梅的嫌疑是因为他太过划水，一直不发言，很像一个怕发言失误的恶魔。喂，你别乱说，我是真不知道说什么才不发言的。我不是恶魔。至于我认为曲靖是恶魔的理由，可能和我一个猜想有关。他昨天的发言看似是在担心平民，实则是在找僧侣，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他是恶魔。今天大家先处决刘雪吧。看着被吊在树上的刘雪，我闭上了自己的眼睛，看来只能孤注一掷，成则赢，败则输。夜里，我毫不犹豫地推开了张琪的房间，一刀结束了他的生命。既然我成功击杀了张琪，说明昨晚我确实击杀中了僧侣，那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寡妇的身份是未知的。现在能坐实寡妇身份的只有唐凡帝，那么他保护的人不是林庄而是谁呢？我被困在一间密室，而旁边还有9个房间。每到夜幕降临，恶魔将会选中其中1人进行最残酷的处决，而现在就只剩下5个人。可我却微微一笑，因为我就是那个让他们闻风丧胆的恶魔。今晚占卜师已经被我杀害，但棘手的是，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恶魔的身份，我只能孤注一掷了。白天很快到来，曲靖，你有想好解释自己是好人的理由了吗？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丁杰允突然严肃地说，完全不给我反应的时间。对，你这个恶魔，之前还一直在骗人，今天一定要处决你。
你。张梅面露敌意，而我却漫不经心地伸了一个懒腰。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就是恶魔。听到此话，大家都震惊了。我戏谑地说，自己的2个队友都是极品，我高血压都快犯了，玩不动了，输了就输了吧。我认为有这样的队友，我也不配赢。这可是你说的。张梅非常激动，连忙跑去放有投票的纸的桌子，然后将我的名字投进了投票箱。可丁洁允和唐凡帝却没有动。丁洁允叹了一口气，林庄确实玩得很烂，但刘雪却一直全力辩驳。他都会为自己争取，你还不如他。我定了一下神，说道：“你还以为刘雪是我的队友啊？算了，反正我已经自爆了，我就告诉你们吧。我那个坑逼队友是周一飞，没看到他都被吓出心脏病了。没想到他心理素质这么差。”此时，唐凡帝的表情阴晴不定，他盯着我，突然问道：“你怎么能够证明周一飞是你的恶魔队友？”看到唐凡帝的表情，我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昨晚上我才想明白，作为全场的寡妇玩家，他要保护的对象就是周一飞。在听到周一飞昏迷不醒的时候，唐凡帝表现得非常焦急，而且也表现出了对周一飞的关心。而我用这一招偷梁换主，现在唐凡帝的一只脚已经被我拉进了恶魔的阵营。你有问题吧？我为什么要向你证明这种无聊的玩意？你要是真的想知道，你去周一飞的房间，把他摇醒，问他不就知道了吗？反正我晚上摇了他一晚都没任何反应，结果只能让我一个人去杀人，真够离谱的。我无奈地说，今天赶紧把我处决了，让这场闹剧结束了吧。唐凡帝仔细思索了一下，突然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说的也对，确实该结束这场闹剧了。唐凡帝缓缓地说，不过这场游戏的结果恐怕不是好人的胜利，而是恶魔的胜利。你什么意思？丁洁允望向唐凡帝，疑惑地问。所以说，唐凡帝你是暗恋周一飞的寡妇，然后现在你是恶魔阵营的？我假装疑惑地问道。没错，所以我们2个现在已经绑票了，今天他们好人已经处决不了你了。唐凡帝大笑着说，我们2个只需要投给同一个人就行了。这句话如晴天霹雳一般，本来已经看见胜利曙光的张梅顿时陷入了绝望。张梅像发疯了一般冲向唐凡帝，她的眼神中带着憎恨。突然，张梅如同触电了一般惨叫了一声，然后直愣愣地倒在了地上。张梅玩家警告一次，请不要攻击其他玩家，下一次将直接进行停止。恶魔们的声音冷冷地从天上传来，今天我们就投这个疯女人，我就要看这个死女人吊死在树上。唐凡帝眼里闪烁着疯狂的神色。喂，丁洁允，你今天就别投票了吧，你们好人阵营必定会输，我们就节约点时间。时间飞逝，又到了黄昏，恶魔们再次闪现到村庄广场的中央。本次投票结果为曲靖，唐凡帝投给张梅，共计2票；张梅投给曲靖，共计1票。丁洁允、周一飞弃局，今日被处决的是张梅。这个老女人还敢骂我，这就是她的下场。唐凡帝恶狠狠地说，是吗？但是你明天的下场估计也是这样。丁洁允淡淡地说，你什么意思？我可是恶魔阵营的，我怎么会被处决？你忘了游戏中恶魔的胜利条件了吗？杀死所有的居民，寡妇也是居民。丁洁允讥讽地笑笑，我们俩必须都死。13个人被分为2个阵营，恶魔阵营需要击杀掉所有好人则阵营胜利，好人需要投出所有恶魔则好人阵营胜利。好人阵营为6名平民，一个占卜师，一个僧侣，一个信使。占卜师每天晚上可以查看1名玩家的身份，僧侣每晚可以守护1位玩家不受到伤害，信使拥有2票的权利。恶魔阵营分为3名普通恶魔，1名魔道士。魔道士知道恶魔队友是谁，但恶魔队友看不到魔道士。魔道士在所有恶魔队友死亡后才可以出来杀人，并且在恶魔死完之前被查验均为好人。看过牌后，所有人的神情都非常的冷静，从表情上来看，根本猜不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看来这场游戏的难度升级了，我要更加的警惕了。恶魔游戏开始，一阵眩晕感过后，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双手瞬间变成了锋利的爪子，眼睛也闪烁着红光。走出房门，我看到了自己的2个队友，是2个女大学生，一个叫方柳丝，一个叫田丽丽。她俩竟然对自己恶魔的身份感到异常的兴奋，看起来十分像你那个不聪明的女朋友。田丽丽表示白天的时候大致观察了下大家的表情，那个男老师文元中看到自己的牌后，瞬间脸色变得有点不对劲，感觉是有身份的。那万一他脸色不对劲，是因为拿到魔道士呢？方柳丝弱弱地说，确实，这场游戏增加了魔道士的角色，属于恶魔阵营。他知道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只有我们3个全死了，他才可以变成恶魔晚上出来杀人。但如果他真的是魔道士，也没有关系，他完全可以悍跳预言家，给我们3人发个好人身份，因为大家都会惯性思维，觉得死去的玩家一定是好人。分析的真厉害，以这种游戏的技术果然挺强的嘛。紧接着迅速拉上我和方柳丝去找文元中的房间。田丽丽坏笑着将手放在他的房门上，文元中抱歉了。可奇怪的是，房门紧紧地关闭着，怎么也打不开。突然，一个黄色的盾牌出现在他的房门上，僧侣的守护吗？田丽丽这时反应了过来，苦笑道：“我们的运气也真够好的，第一晚就选中了僧侣保护的对象。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已经基本可以断定文元中就是僧侣了。第一晚没任何信息，而且唯独今晚僧侣可以保护自己，我们第2天继续杀文元中就行了。明天他必死。”方柳丝微笑着说：“那僧侣已经找到了，占卜师就没有保护了。好了，明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悍跳的水平吧，绝对能够抗推真的占卜师。”你们就拭目以待吧。第2天白天，大家都来到了广场上。一番自我介绍后，文元中率先开口：“我是僧侣，昨晚上保护了自己。既然昨晚没有人死亡，说明昨晚上恶魔击杀的对象是我，并且我今晚必死。作为全场唯一一名好人，就我来带队吧。”那个鸭舌帽男生5位突然站了出来，
为什么你就是名好人呢？万一你是恶魔呢？故意假跳僧侣，想把我们真正的僧侣逼出来和你对调，这样你们恶魔就可以在今晚把真正的僧侣击杀掉。后雨竹立即反驳道：“这不可能，游戏规则中明确写着禁止消极游戏，所以恶魔昨晚必定杀人了。今晚僧侣必死。恶魔要是傻的跳出来悍跳僧侣，今晚没死不就暴露？”五位被对得哑口无言。田丽丽突然站出来说道：“那么，作为好人团队的领袖占卜师，我就出来为大家指明方向了。我昨晚查验的对象是官人，他是恶魔。今天我们好人全票把官人处决了。”官人脸色涨得通红：“我不是恶魔呀，你才是恶魔！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呀！”没想到恶魔这么刚，直接悍跳占卜师了。戴着眼镜的男生石俊杰缓缓地说：“我是真的占卜师，昨天晚上我查验的是五位，虽然我俩有一些私人恩怨，但是很可惜，他是一个好人。那么今天只能处决那个敢跳我身份的田丽丽。”一时间，除了田丽丽和石俊杰剑拔弩张，以及官人时不时地说我是好人，其他人似乎都在低头思索，场面变得气氛沉默了起来。好了，大家听我说，我来给大家解惑吧。石俊杰，你虽然给我了一个好人身份，但我不认你，我感觉你就是想去捞官人，你刚刚的表现太刻意了。石俊杰脸色有些难看地说：“我劝你将我们两个的私人恩怨放一边比较好。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悍跳占卜师的恶魔的话，那么我直接就给你发一个恶魔身份了。哟，你是不是急了呀？反正我是不信你。”石俊杰脸色发白，但这样的开局对于我们恶魔阵营来说堪称完美。好了，大家安静些吧。文员中突然拍了拍手，对于占卜师的身份，你们进行轮流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相貌平平的男大学生汤米。从今天两个占卜师的对比发言来看，我认为田丽丽应该是真的占卜师吧。毕竟石俊杰给五位发了一个好人的身份，但五位却带头让我们好人不要相信石俊杰，因为如果石俊杰是好人，那么五位必定是好人；但如果石俊杰是恶魔，那么五位不相信石俊杰，那么他也应该是好人吧。至少在今天，我会跟着他的判断走。五位吊儿郎当的说：“我刚刚都说过了，我铁不信石俊杰这货，你们后面谁敢相信他，我就认为是他的恶魔队友在帮他。过啊，到我了吗？”申杰一脸慌张的说：“我不知道啊，但如果真让我选的话，我认为今天要不我们就处决官人吧，反正他之前那么紧张，应该是一个恶魔吧。我们再留他们两个占卜师一天，明天又多一个查验。申杰，你应该自信点，我就觉得田丽丽肯定是好人，那么阳光可爱的女生怎么可能是恶魔呢？相比那个石俊杰一脸阴沉，简直就不是一个好人。我肯定相信田丽丽啊，今天就把他验出的恶魔官人给处决了吧。”马志成道确实比较自信地说：“我内心忍不住吐槽，这发言真够烂的，毫无逻辑的相信田丽丽，该不会是我们魔道士的队友吧？但希望不要。”云溪深吸了一口气，我反倒不认为田丽丽是占卜师，你们认为田丽丽是占卜师，很大程度是受了石俊杰查验的好人五位的影响，他公开带头不信任石俊杰。刚才汤明同学也分析得出了石俊杰必定是好人的逻辑，但是你们没有考虑还有一种情况吗？这场游戏可有一个魔道士啊，魔道士在没有变成恶魔，会被占卜师查验为好人的呀。万一这个五位是一个魔道士，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队友是谁，这种情况下很适合他为自己的队友打山洞，我们好人很容易被带偏。我选择相信石俊杰是占卜师。后雨竹紧接着说：“我也认为田丽丽是假的占卜师。”云溪刚才说的话让我茅塞顿开，他活脱脱就像一个为田丽丽冲锋的魔道士，因为恶魔看不见魔道士，而魔道士知道恶魔是谁，他在给队友表明身份呢。我今天会投田丽丽。官人现在已经被吓得语无伦次了，田丽丽就是一个骗子，我不是恶魔，大家要相信我。官人这个样子确实不太像个恶魔，我觉得石俊杰应该是真的占卜师吧。方柳丝弱弱地说，而我却立马反驳道：“官人的发言这么差，通篇都只说我是好人，抱歉我认不下。你这样毫无逻辑的站边石俊杰，我直接给你标一个恶魔好了。还有之前的两位发言，五位不站给他发好人牌的占卜师，不是相当于直接报自己魔道士的身份了吗？他最佳的策略应该是继续隐藏，做一个一直披着铁好人衣服的恶魔，收益会更大吧。况且五位和石俊杰两个应该是相互熟悉的吧，我相信他的判断肯定比我们这些不了解石俊杰的人更准确吧。各位，这个边应该不难站吧？我会认田丽丽为占卜师，今天会投官人出局。我先点一点我认为的恶魔阵营的玩家吧。我认为恶魔就是官人、石俊杰和方柳丝，最后一个开在云溪和后雨竹中。你们之中有一个站错边的好人。肖明轩连连拍手，曲哥就是牛逼，田丽丽大美女那么诚恳，肯定是个好人，很感谢大家的信任，我的确是真的占卜师，只要大家能够相信我，这把我们好人不难赢。田丽丽微笑着说：“我来点一点谁是恶魔吧。官人、石俊杰、方柳丝，我今晚会从云溪和后雨竹中选择一个查验，今天大家就跟我全票把官人给处决了。”石俊杰此时表情十分尴尬，我才是真正的占卜师，你们跟着田丽丽好人必输，云溪和后雨竹俩人肯定是好人。方柳丝他虽然站边我，但我有种他要电飞我的感觉，毫无逻辑的站边。今晚我会选择那几个没逻辑的查验。所有人都讲完后，文员中进行总结。我今天建议先处决官人，将两个占卜师再留一天，看看明天会给出什么样的信息。还不等官人辩驳，大家纷纷开始拿起桌子上的纸和笔，写下了今天想要处决的对象。而在此期间，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申杰因为在投票桌子前一直磨磨蹭蹭，而桌子上只有一支笔，所以后面的人就只能慢慢的等着。此时恰好下一个人是五位，他不耐烦的对着申杰骂道：“哟，写个名字这么简单都磨磨唧
唧唧的，该不会你是一个恶魔吧？想利用这个投票纸来给队友传递信息。申杰哼了一声，没有理会五位，继续进行投票。此时我灵光一现，他说的对，投票的纸是可以带出广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给魔道士队友传递信息了。不过这个难度可能有点大，因为必须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于是我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天色逐渐变得昏黑，黄昏终于到了。恶魔了 Wyvern 的声音传来，本次投票结果为马志成、曲靖、申杰、汤明、田丽丽、文元忠、肖明轩投给官人，共计7票；官人后雨竹、石俊杰、云溪投给田丽丽，共计4票；方柳思5位，信使7票。今日被处决的是官人。我真的是好人啊！你们这帮该死的混账家伙！官人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愤怒，打算破口大骂时，他一瞬间突然如同被控制住一般，双眼无神。紧接着，他仿佛一个被操控的傀儡一般，机械地朝着村庄广场的大树走去。接下来，官人的命运也很明显了。我对于官人的处决没太在意，官人很明显就是一个普通村民。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我们的魔导士队友。刚刚帮我们投票的马志成、汤明以及肖明轩都有可能做成魔道士。我越想越是头疼，但今晚的刀人目标很明确，就是文元忠，也必定不会误伤自己队友。我们肯定不能将僧侣还留在场上。夜里我照旧和田丽丽、方柳思在广场上会合。田丽丽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我今天跳占卜师跳得好吧？还直接抗推了一个好人，哈哈，我是不是很厉害？确实厉害。”我由衷的赞叹。这样我们恶魔阵营暂时领先了。那今晚我们处决的目标应该没什么疑问了吧？肯定是文元忠了。我和方柳思同时点了点头。此时方柳思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想起来了，白天只有我和5位弃票了，而且信使也弃票了，那是不是说明5位是信使啊？我皱了皱眉，并不一定，规则上并没有说信使他自己投的票和他信使身份的投票必须是一样的，这样可以隐藏自己信使的身份。不过这样也有坏处，就是信使多1票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也不能排除他的确是信使，因为他白天的表现非常有恃无恐，很像自己的底牌有什么东西一样。我们可以后续几天再仔细观察观察。接着我又叹了口气，不过说实话，方柳思你今天弃票的行为真的不好，你本来在发言的时候就说明了自己会站边石俊杰，结果你在投票的时候弃票了，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在其他人眼里会非常差，是吗？方柳思感觉有点慌乱，我当时看还有好几个人也是站边石俊杰的，我怕我再多投1票。田丽丽你会因为票数最多被处决。田丽丽无奈地表示，当时大部分人都是站边我的，正常情况下基本官忍出局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事实也证明我和官忍相差了3票，你投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现在的确有点不太好办了，你明天估计得好好解释一下，不然其他人可能会加大对你的怀疑。好的。方柳思连忙点头。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来到了文元忠的房子的门前，我轻车熟路地将手放在了上面，和之前参加的第1局游戏一样，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文元忠就躺在床上，然后直接炸开。方柳思此时面色发白，双腿也在打哆嗦。对了，你明天打算谎报什么查验？我突然问田丽丽。我打算给后雨竹发一个查验吧，毕竟按照正常的逻辑，我们认为最后的恶魔开在后雨竹和云溪之间，那么我查验后雨竹应该就是非常合理的。田丽丽倒是早有准备，非常流利的回复，查验后雨竹是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你给他发恶魔身份还是好人身份呢？田丽丽只是微微一笑，你等着明天看好戏吧。时间又来到了第2天早上，大家还是按照昨天一样，陆陆续续的来到了村庄广场集合。石俊杰环视了一圈，叹了一口气，果然昨晚是文元忠被杀死了，你们恶魔还真是求稳啊。不过这样确实是你们恶魔阵营的最优解吧？哎呦，你装的还挺像的呀，昨晚不就是你杀死他的吗？田丽丽不甘示弱的回击。后雨竹开口打断了田丽丽和石俊杰的争吵。好了，你们2个占卜师先报一下你们昨晚的查验和验人的理由吧，我们其他好人需要你们的信息来进行判断。石俊杰突然露出了一个优雅的微笑，然后对着田丽丽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那就我先来吧，我昨晚查验的是后雨竹，他是好人，理由我昨天也说了，我已经定石俊杰、官忍、方柳思这3个人是恶魔了，那么我只需要在后雨竹和云溪之中查验其中1人，就能把4个恶魔全部找出来。现在我查验出了后雨竹是好人，那么在我这里，云溪作为最后一个恶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当然，后雨竹你虽然是我查验出的好人，但你也有可能是魔道士，昨天选择帮你的恶魔队友石俊杰煽动，所以我希望你今天能够站回来。你如果能够站回来，我就能够认下你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不然我就会考虑你是魔道士的可能性了。田丽丽流畅地说，看来他昨晚已经想好该怎么发言了。但此时我也发现了石俊杰脸上突然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这让我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来报查验吧。我查验的是方柳思，他是恶魔。大家听到后都露出意外的表情，没想到石俊杰会查验昨天站边他的方柳思，而此时方柳思双脸发白，没有一丝血色。石俊杰缓缓地说，我认为方柳思你站边我的时候理由很不充分，而且就像开眼知道我是真的占卜师一样，可在投票的时候你却弃票了，很可惜，你这一行为反而出卖了你是恶魔。我此时非常的无奈，没想到石俊杰竟然还挺聪明的，抓住了方柳思弃票这行为，果断去查验了方柳思，这下有点不好办了。石俊杰冷笑着说，所以我要求今天大家全票投方柳思。田丽丽，你也不会反对吧？你刚刚不也说方柳思是恶魔，他现在已经是双面逻辑下的恶魔了。田丽丽的笑容瞬间僵硬，不过她似乎赶紧调整了下状态，装作轻松地说，我之前的确认为方柳思是恶魔，但你这么想将方柳思给处决出局，这让我有点怀疑方柳思究竟是不是恶魔了。我在想，是不是我之前恶魔点错了呢？石俊杰立马反驳，你甚至可以说我是恶魔，但我因为看不见我的魔道士队友，所以将查验物发给了我的魔道士队友方柳思，造成了这样乌龙的局面。你应该是这样的视角才比较合理，而不是立即就把方柳思保下来。我有些慌了。石俊杰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下
下方柳丝很大概率会被处决了。大家先轮流发完言后，我再来分析下到底恶魔是谁。田丽丽没好气地说。汤明率先开口，其实我今天听完石俊杰和田丽丽的发言后，我突然想站石俊杰的边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认为石俊杰如果是恶魔的话，没有必要给方柳丝发恶魔身份，所以他必定是一个有视角的好人。今天投票的话，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投方柳丝。我讲完了，到我了呀。五位懒洋洋地说，我昨天想了想，我就光凭感觉来确定谁是真正的占卜师，这对石俊杰确实不公平，所以我昨天便弃票了。不过我还是不想相信你啊，石俊杰，说不定你就是想将队友置死地而后生了。你本来已经是铁板上的恶魔了，于是你给你的队友发了一个恶魔身份，来逃脱大家对方柳丝的嫌疑。我反正还是不想站石俊杰的边，不过今天投票给方柳丝我没有异议。我听完五位的发言后，有些疑惑了，这个五位我越看越迷了，他究竟是不是我们的魔道士队友啊？申杰有些弱弱的说，其实我也没啥想说的，那今天就处决方柳丝吧。但我有个关于投票的问题，我昨天最开始投票的时候，将写好官人名字的纸投入了投票箱，但投票箱上面并没有显示我已经投票的提示，而且我投票的那张纸还没有消失，于是我把这张纸拿走了，重新换了一张纸写了名字后投进投票箱，投票箱上这才提示我投票成功。结果这样我耽误了一点时间，我后面的五位就急得破口大骂，我突然紧绷了一下，投票箱应该不会出现问题的，难道到我了？到我了！马志成立即举起手，迫不及待地说，我还是很相信田丽丽小姐姐，我觉得石俊杰一看就不像好人，但既然昨天田丽丽说方柳丝是恶魔，今天石俊杰也说方柳丝是恶魔，那这不就轻松简单了吗？直接处决方柳丝不就行了吗？我观察着马志成的神情，我昨天晚上觉得马志成是我们魔道士队友的可能性更大，但我刚刚观察中，马志成的神情非常正常，没什么特别的。究竟谁是我们最后一个队友啊？接下来云溪微笑着说，我对今天处决方柳丝没有什么异议，我依然站边石俊杰，原因很简单，你田丽丽今天给后羽竹一个好人身份，把我打成恶魔，谁不站边你就打谁，我认为你就没有占卜师视角，加上你今天突然认为方柳丝是好人的行为，更让我怀疑你是在保方柳丝这个队友，所以呢，我还是会继续站边石俊杰的。轮到我了，田丽丽，你虽然给我发好人身份，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认你，你尽管把我打成魔道士。后羽竹对着田丽丽冷笑着说，我现在能够认下的好人是石俊杰、云溪，你们其他人都有一定的嫌疑。刚刚云溪所说的逻辑，我是比较认可的。田丽丽啊，就问你尴不尴尬吧？派一个队友去电飞对面真占卜师，结果被真占卜师揪了出来，直接掳送。不过你今天为啥要去捞他呢？把他打死不就好了？你这个行为直接出卖了你啊！后羽竹的脸色上充满了戏谑，田丽丽的脸色也瞬间难看了起来。方柳丝脸都白了，我不是恶魔呀，我本来还很相信你的石俊杰，但你为什么要给我发一个恶魔的身份？语气直打哆嗦，我真的是好人。那看来田丽丽应该才是真的占卜师了吧？我看着方柳丝，内心感到一阵无奈，估计今天肯定是会处决方柳丝了。这下也只有果断卖你。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到我了。今天处决方柳丝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因为的确是不论谁是占卜师，方柳丝基本上都是恶魔。但谁是占卜师，我有点看不懂了。石俊杰查验方柳丝这个行为，我觉得像是占卜师的视角，因为如果他是恶魔，去抗推一个站边他的人没有什么收益。但田丽丽给后羽竹发好人身份，也挺有占卜师视角的，从不站他边的人开始验，思路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田丽丽是恶魔，那他直接给后羽竹一个恶魔身份就好了。他俩关系看起来并不好，没必要给他发个好人身份讨好。但是他今天突然觉得方柳丝是好人，我确实没太看懂。反正我是闭眼的普通玩家，没什么视角，今天就跟着投票吧。我发言完后深吸了一口气，不敢再继续为田丽丽猛冲下去，必须给自己留点余地，这样才能存活到最后。我发言完，萧明轩缓缓地说，连曲哥都有点搞不清楚了，那我更不知道是个什么状况。今天就跟着大家一起投方柳丝吧。紧接着，所有人写下了自己今天想要处决的对象，然后将纸投入了箱子里。本次投票结果为后羽竹、马志成、虚静、申杰、石俊杰、汤明、田丽丽、五位、萧明轩、林夕、信使投给方柳丝，共计11票；方柳丝投给石俊杰，共计1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方柳丝，很快就和昨天官人一样，方柳丝自裁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静静等待着第3个夜晚的降临。今晚的刀人对象应该是谁呢？我来到了村庄中心的广场，而田丽丽早已经在这焦急地等待着我。今晚必须先把信使干掉。随后他微微一笑，你有没有注意到申杰今天说投票的事？原则上投票系统是不会出问题，只可能他第一次投票是信使的票，所以没有显示本人投票成功。他可能是新手，并不清楚这个规则，可我并不太赞同他的想法。我觉得他不太想，你就不怕公开这么说有诈吗？他如果是信使，出现这种投票上的困惑，根据规则应该能够自己反应过来吧。田丽丽笑着说，相信我了，刚刚我觉得我分析的肯定没错。我思索了一下，确实没有什么好的人选，我决定跟着他赌一把，反正申杰也不可能是我们魔道士队友，如果击杀中信使确实是血赚。于是我们朝着申杰房间的方向前进，然后完成了今晚恶魔的击杀。来到游戏的第4天的早上，存活的所有人在广场上集合。五位扫视了一圈，那个叫申杰的好像没来。马志成听后有些紧张，你们恶魔居然击杀一个新手，实在太过分了。突然恶魔了 Leviathan 的声音从天边响起，今天信使依然存活，给大家带来了信件。听后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下难办了，果然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那么今天我们俩继续 PK 吧。石俊杰对着田丽丽做出了一个优雅的笑容，还是女士优先吧。田丽丽冷笑着回应，我昨晚查验的是云溪，她是恶魔，查验她的理由很简单，最后一个恶魔的位置只剩下她，果然她就是恶魔。那么我现在所有的恶魔已经找齐了，就是石俊杰、官人、方柳丝和云溪，现在好人不难打了。今天先跟着我一起把云溪给处决了，然后明天再把石俊杰给处决了。
我们好人就能赢了。我观察着云溪的表情，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神情自若。他的心理素质真强，根本不像一个新手。随后石俊杰有些遗憾地说：“我昨晚验的是马志成，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一个装莽跟着队友走的恶魔，但很遗憾，我查验他是一个好人。我这边认定的恶魔是田丽丽和方柳丝，魔道士是5位，最后一个恶魔在汤明、萧明轩和曲靖中。不过汤明昨天站回来了，我认为嫌疑可以减小，剩下的萧明轩和曲靖，我认为萧明轩是恶魔的概率更大，因为他一直跟风站边曲靖，我很怀疑他是一个一直划水的恶魔。如果我还能够验人的话，我会在这3个人中选验。”马志成听完石俊杰的发言后，感到一阵迷茫。我的确是好人，你石俊杰好像是真的占卜师。完了，但我还是相信田丽丽啊，我彻底分不清了呀。接下来云溪轻松地说：“那现在局面对我来说就很简单了，我就直接跟着石俊杰走就行了。马志成，你还是赶紧站回来吧。如果石俊杰是恶魔，是没必要给你发好人身份的。你现在站回来还不算晚。”说完，云溪微笑着看向马志成：“对啊，云溪，我记得你平时在班级里都挺内向。我明白了，之前确实是我站错边了。”马志成恍然大悟：“那就对不起了，田丽丽小姐姐。我认为云溪肯定是好人。他如果是恶魔被查验出来，一定会紧张的语无伦次的。所以你给他发恶魔身份，你一定是恶魔了。”此时我感到一阵不安，马志成这一票也跑了。接着后雨竹扫视了一圈，我现在是双面逻辑下的铁好人，大家可以认吧。还有，马志成根据数据库保了云溪。数据库？马志成疑惑地问。你可以理解成和对方比较熟悉，你了解对方的一些行为习惯、发言风格以及性格，这些因为你对对方的熟悉，所以会有一定的数据积累了，此时就形成了数据库。你和云溪是同班同学，所以你很熟悉他。后雨竹言简意赅地解释，马志成在2个占卜师逻辑里也是好人身份，所以我认为云溪肯定也是一个好人了。那么给他发恶魔身份的田丽丽必定就是恶魔了。大家如果能够听懂我这个逻辑，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把田丽丽给处决了。突然，我听到了旁边传来一阵争吵，5位气急败坏地说：“喂，石俊杰，你特么什么意思？你明天要处决我？我今天勉为其难的相信你是占卜师，你不感谢我，还想明天处决我？你特么是不是脑子有病？”石俊杰冷笑一声：“你说你不是魔道士，那你是什么身份？”云溪打断了2人的争吵。根据前几天的票型来看，5位有可能是信使。大家是否还记得第一天投票的时候，5位和方柳丝都弃票了，信使也弃票了。方柳丝已经是被查验出来的恶魔，那么5位是信使的概率就很大。5位转了转自己的鸭舌帽，嚣张地说：“好吧，那我就不藏了，我就是信使。”石俊杰不可置信地看着5位：“不会吧？那魔道士是谁？”云溪推测道：“不过等会投票如果有真信使，可以用自己信使身份给5位1票，这样可以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告诉所有人5位是悍跳的信使。”众人纷纷同意他的看法。紧接着，所有人写下了自己今天想要处决的对象，然后将纸投入了箱子里。本次投票结果为：后雨竹、马志成、曲靖、石俊杰、汤明、5位、萧明轩、云溪。信使投给田丽丽，共计9票；田丽丽投给云溪，共计1票。今日被处决的是田丽丽。田丽丽的死并没有太多人在意，而5位信使的身份却让众人着实意外。石俊杰神色复杂：“你5位竟然是个信使，那谁才是魔道士呢？看来我确实得重新盘一盘逻辑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得过明天。不过至少我们现在已经处决了2个恶魔，好人已经领先了。今天的公聊就这样结束了。”我忧心忡忡地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一路上思索着今晚的刀人对象。我习惯性地将手放进裤兜里，突然我摸到了一个东西，是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3个字：不杀时。我瞬间吃了一惊，难道是我的魔道士队友给我的？不杀时是不杀石俊杰的意思吗？但是按照逻辑来讲，今晚如果不杀石俊杰，那明天我的身份就必定会暴露，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突然我脑子灵光一闪，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僧侣依然存活，因为僧侣肯定会去保护石俊杰。如果再经历一次平安夜，那我们恶魔阵营就稳输了。我决定赌一把，于是我来到5位的房前。石俊杰不能杀，杀掉5位这个信使也不算亏。时间来到第5个早上，众人对石俊杰还活着都倍感意外。汤明环绕四周，你们竟然没有去杀石俊杰，而是选择杀掉5位。石俊杰脸上也满是疑惑。不过既然把我留下，那么我就继续报查验了。我查验的是汤明，他是一个好人，但也不能排除他是魔道士的可能性。后雨竹突然诡异一笑，我觉得汤明不会是魔道士，他是定好人。这时恶魔裁判播报响起，今天信使存活给大家带来了信件。我突然一阵眩晕，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此时石俊杰哈哈大笑起来，哈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不得不夸赞一下这把游戏拿到信使的那个玩家，在5位这个魔道士想悍跳信使来寻找真信使的时候，竟然能够沉住气不去揭穿他，从而诱导他的恶魔同伴认为他是真的信使，亲手把他自己的队友给杀掉了。我听完后心里五味杂陈，难道我真的亲手杀了魔道士队友？后雨竹也站了出来，一脸得意地说：好人大概率已经赢了，现在终于不用藏了，我就是信使。本来第一天故意弃下信使的票想做一下身份，没想到五位也刚好弃票了。昨天在他跳出信使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五位一定是魔道士，他为了给恶魔阵营做贡献，直接跳信使的身份，想逼出真正的信使。既然他那么想跳信使，我就让他跳好了。这场游戏的恶魔也是看不见魔道士的，那么恶魔看见没有人反驳五位，就会觉得他就是真的信使。结果这恶魔果然傻乎乎的直接把自己的队友给杀了。本来我还以为今天是石俊杰倒牌，我还打算再演一天呢。云溪也是微笑着赞同，原来后雨竹你就是信使吗？确实玩得挺秀的呀，把恶魔玩弄于股掌呢。此时我内心万分后悔，为何要去相信那张纸条？石俊杰胜券在握的样子。那么汤明、云溪和马志成是我查出来的好人，后雨竹是信使，那么剩下一个恶魔就在萧明轩和曲靖之中了。
今天全票给萧明轩处决了。如果游戏还没结束，明天处决曲靖即可。萧明轩这时候突然从背后拍了拍我，急切地说：“旭哥，你快来帮我变倒石俊杰啊！他肯定是恶魔，想抗推我们两个呀！”我努力地保持着微笑，就算我们俩把票投给石俊杰，也于事无补。我越想越是后悔，为什么要相信那张莫须有的纸条？本次投票结果为后雨竹、石俊杰、汤明、云溪、信使投给萧明轩，共计5票；曲靖、萧明轩投给石俊杰，共计2票；马志成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萧明轩。13个人被分为2个阵营，恶魔阵营需要击杀掉所有好人，则阵营胜利；好人需要投出所有恶魔，则好人阵营胜利。好人阵营为6名平民，一个占卜师，一个僧侣，一个信使。占卜师每天晚上可以查看1名玩家的身份，僧侣每晚可以守护1位玩家不受到伤害，信使拥有2票的权利。恶魔阵营分为3名普通恶魔，1名魔道士。魔道士知道恶魔队友是谁，但恶魔队友看不到魔道士。魔道士在所有恶魔队友死亡后才可以出来杀人，并且在恶魔死亡之前被查验均为好人。萧明轩听见自己被处决的消息，犹如认命了一般。在身体被恶魔控制前，他对着我说：“旭哥，你明天一定要变倒石俊杰啊，千万不能让他处决你得逞了。”我看着萧明轩直到现在一直在相信自己，内心不由得五味杂陈。我强装镇定：“我会的，好，我相信你，旭哥。”在萧明轩的话音刚落，他就瞬间被恶魔控制，如同傀儡一般机械地走向了上吊的古树。随着他的死去，众人也没有等到游戏结束的通知。云溪自言自语道：“原来萧明轩不是最后的恶魔呀！”石俊杰对我投来凶恶的眼光，答案很明显了，那就只剩你了，曲靖。你今晚就算杀了我也没有用，我也不需要查验了，因为恶魔的坑位就只剩下你了。此时我已经没有心情辩解了，回到房间，我自暴自弃地坐在床前。这张纸应该是后雨竹给我吧，故意钓鱼执法，害得我直接把自己的魔道士队友杀死了。但似乎又有些不对劲，既然我昨晚没有去杀石俊杰，那就证明了我是最后一个恶魔，那他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揭穿我，反而今天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看着萧明轩被处决，这不符合常理。难道说这张纸并不是好人给我的，真的是我的魔道士队友给我的吗？那5位到底是什么身份？他是有病吗？把自己害死？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还是再相信你一次吧。我缓缓地来到后雨竹的房间，所以我现在只想把真正的信使后雨竹杀掉，这个害得我误杀了队友的名好人。第6个白天，恶魔 Leviathan 的声音似乎从天边响起，向大家进行了播报。昨夜信使死了。石俊杰对着我嘲笑地说：“你是和信使有仇吗？还不来杀我？”汤明向石俊杰问道：“你查出曲靖是恶魔了吗？”不，我昨天查验的是云溪，他是好人。虽然我认为云溪是恶魔的可能性几乎为0，但只有他我还没有查验过。那么曲靖，现在其他3个人我都查验出是好人了。你这下无话可说了吧？现在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就是最后的那个恶魔。我无奈地回应着，那我就承认了吧，我的确就是恶魔。这场游戏我们恶魔阵营也的确没有任何机会。之前我那天击杀5位确实是我的失误，我确实没想到5位当时是在悍跳信使保命，结果真的信使却没有去拍他，从而导致我认为他是真的信使，然后杀了他。我已经没办法将你石俊杰抗推了，就算出现奇迹了，能够成功抗推你，今晚我杀死1个人后还剩3个人，我明天肯定会被处决。我确实是输了，我认输。石俊杰对于我的自爆身份没有任何的疑问，他露出了如同胜者一般的笑容。这下终于可以结束了，这把我们好人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我们现在就去投票吧，终于可以给这场游戏画上句号了。很快，恶魔 Leviathan 的声音传来，本次投票结果为马志成、石俊杰、汤明、云溪投给曲靖，共计4票，曲靖弃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曲靖。我缓缓闭上眼睛，默默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时，恶魔 Leviathan 的声音再次传来，夜幕降临，请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房间，游戏继续。石俊杰的笑容瞬间僵硬在了脸上。怎么可能？怎么游戏还没结束？不是所有的恶魔都被我们处决了吗？为什么还在继续？你这个裁判是不是搞错了？此时我突然反应过来，5位并不是魔道士，我的魔导士队友现在还活着。我玩味地看着石俊杰，现在难题交给你了，剩下的所有人都是你验出的好人，我看你现在该怎么办？我对着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石俊杰是我最后一个队友，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明天把他投出去？在我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失去，看来就要到我被处决的时刻了。没过几秒，我瞬间陷入了昏迷。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4面都是黑墙的空间里。曲靖帅哥，你终于醒了！我突然听见身边似乎有人在叫自己。13个人被分为2个阵营，恶魔阵营需要击杀掉所有好人，则阵营胜利；好人需要投出所有恶魔，则好人阵营胜利。好人阵营为6名平民，一个占卜师，一个僧侣，一个信使。占卜师每天晚上可以查看1名玩家的身份，僧侣每晚可以守护1位玩家不受到伤害，信使拥有2票的权利。恶魔阵营分为3名普通恶魔，1名魔道士。魔道士知道恶魔队友是谁，但恶魔队友看不到魔道士。魔道士在所有恶魔队友死亡后才可以出来杀人，并且在恶魔死完之前被查验均为好人。此时我作为最后一个明面上的恶魔，也已经被公投出局。我被传送到一个4面都是黑墙的房间里。曲靖帅哥，你终于醒了。田丽丽，我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另一个恶魔队友方柳丝也在，只不过此时他神情有些愧疚，低着头站在一边。我们现在是在哪？游戏结束了吗？田丽丽指着一旁的大屏幕，这里是观战空间，游戏死亡的玩家在游戏结束前会分阵营待在不同的观战空间。我们恶魔能够观看白天和晚上所有操作，但好人阵营只能观看白天的操作。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观战屏幕旁还有一张简笔画，是一张身份配置图。
6个平民中有5个身上都画着一个大大的红色插号，信使和3个恶魔身上也是。突然我反应过来了，等等，画上僧侣的身上并没有画叉，也就是说现在僧侣还没有死。这一场游戏的好人真够难缠的。但现在对于我们3个恶魔来说，最想知道的是魔道士到底是谁。田丽丽兴奋地说：“现在我们就等待着答案揭晓吧。”我微微叹了口气，他的心理压力应该很大吧？现在只希望他能化险为夷了。我们3个死死地盯着前面的屏幕，一言不发。突然，一个房子的房门被打开了，其中一个粉色头发的人从房门里缓缓地走出。云溪，怎么会是他？此时我眼珠子都快从眼睛中掉出来了。一旁一直沉默的方柳丝也被震惊了。那他之前为什么一直站边石俊杰，还投票了我和田丽丽？只能说这场游戏有太多人的操作都太难以预料了，就像互换身份的僧侣以及容忍其他人跳自己身份的后狱主，根本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去看待。与此同时，云溪已经微笑地走到了马志成的房子前，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将手放在了马志成的房门上，然后在房门有响应，他似乎都没看房门里的情况，就非常自信地潇洒转身，然后朝自己的房间走去。随后我注意到身份配置的简笔画中，最后一个村民也被画上了插号。这么自信，田丽丽看着云溪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难以置信地说：“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压力，似乎真的胸有成竹了。我总觉得哪里有问题。”突然脑子一震，这根本不像一个从未参加过恶魔游戏新手的反应，这套流程他好像很熟悉。这时，云溪走到了自己的房门前，在他即将进门的那一刻，他缓缓地转向我们的方向，并露出了一个优雅的笑容。我甚至有种错觉，他是在朝着我在微笑。第6天早上终于到来了。此时偌大的广场上只剩下了3个人了。此时石俊杰一脸复杂，云溪也是静静的站着，汤明则一会盯着云溪，一会盯着石俊杰，眼神中充满不信任。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一个占卜师竟然能够从第1天一直活到最后1天，呵呵，真是前所未闻啊！石俊杰自嘲地说。然后再说说我昨晚的查验结果吧。我昨晚查验的是马志成，我觉得他可能像一个装莽的魔道士，但可惜他是好人。既然曲靖作为最后一个恶魔死，那么魔道士就会变成真正的恶魔了。我昨天的查验结果就是必定正确。现在你们2个人，我更怀疑汤明，因为云溪一直站边我，并且之前田丽丽也给他发过恶魔身份，对他好像也很有敌意。而你汤明刚开始就沾边田丽丽，后面才选择站我。如果真的发生意外，云溪是一个铁血倒钩，但我个人是不愿意相信这种可能性的。所以今天你们好好聊一下吧。云溪冷静地说。虽然石俊杰一直没有被恶魔杀死，但他的确是占卜师，理由之前我都已经讲过了。我知道自己是个普通村民，那么汤明你就是最后一个魔道士。可谁知汤明如释重负般的冷笑一声，我刚才还在犹豫你俩谁才是魔道士，既然你这样抗推我，那你肯定是最后一个魔道士，并且我告诉你吧，我其实是僧侣。石俊杰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你搞笑呢吧汤明？僧侣不是文员中吗？你当我们是傻子吗？汤明立马打断了他，没关系，在我讲完后你们就会改变想法。首先文员中是我的表哥，我们私下都是狼人杀的资深爱好者，游戏开始时我就拿到了僧侣牌，我就盲守了我表哥，因为我外貌非常平凡大众，但表哥看上去气质非常出众，我害怕他被恶魔给手杀了。而第一宣布是平安夜后，我表现得很兴奋，当即也给表哥使了一个眼神，他瞬间秒懂我的意思，果断穿起了僧侣的衣服，并且我也理解了他故意牺牲自己，让大家都以为僧侣已经死了的假象，然后诱骗恶魔直接去击杀占卜师，这样我在守护占卜师，能够做到出其不意的打乱恶魔阵营的玩家的判断。而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在守护你，石俊杰。如果你石俊杰能够相信我把云溪投票处决了，我们好人就赢了。那么云溪对此你有什么看法？石俊杰看向云溪，神色复杂。云溪神色平静，脸上还露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很简单啊，这就是一个很伪的逻辑啊。那就让我来一条条反驳你喽。首先，你给我们讲了一个根本无法证实的故事。其次，除了第一页，你没有再守出一个平安夜。汤明厉声喝道：“这一局游戏中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恶魔，他知道我的存在，也知道我会一直守护石俊杰，所以就一直没有杀石俊杰。”云溪用手捂着嘴笑了笑，你不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吗？你为什么不能是魔道士呢？其实今天这套说辞你早就编好了，是不是？所以是你一直没去杀石俊杰，从而来佐证你的这个伪逻辑呢？就算像你说的，如果恶魔知道你这个僧侣还活着，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先去干掉你？此时石俊杰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汤明，你不要再诡辩了。汤明脸色发白，他自己也解释不了这个事。汤明此时已经似乎放弃了任何希望，朝着石俊杰恶狠狠地说：“你们好啊，等结果出来了，看看你石俊杰还笑不笑得出来。”天色逐渐变得昏黑，黄昏终于到了，揭晓最后一次投票结果的时刻也接近了。本次投票结果为石俊杰、云溪投给汤明，共计2票；汤明投给云溪，共计1票。今日被处决的是汤明。石俊杰非常自信地站着，等待着游戏结束。但是他预料之中的游戏结束并没有发生，怎么回事？为什么游戏还没有结束？石俊杰感到一阵不解。云溪突然转过头，微笑着看着石俊杰：“这个嘛，那你就猜猜看了。”很快，随着屏幕中云溪将自己的手放在石俊杰的房门前，我瞬间如同天旋地转一般，那种自己仿佛被吸进了一个漩涡里的感觉再次出现。6名玩家被分为2个阵营，杀手阵营需要在夜里击杀掉所有好人，则杀手阵营胜利；好人需要投出所有杀手，则好人胜利。6名玩家对应12张身份牌，每个人都拥有双重身份，玩家只能在第1张身份死亡后，才可以使用第2身份和技能。就在10分钟前，我又被传送到这该死的恶魔游戏中，而这一场是真正的死亡对决游戏。如果这局游戏失败，则你在现实中也会
6名玩家围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前各放着2张牌。我环绕了一下四周，竟然看到了2个熟悉的面孔，汤明和云溪。我正想和他们打个招呼时，魔女 Hector 的声音传来：游戏开始前，我已经为各位发放好了身份，其中包括1名精英杀手和1名普通杀手，4个普通职员，1名侦探，1名心理学家，1名医生，1名化学家，1名明星，1名法医。杀手的身份和任何身份组合，始终为杀手阵营。精英杀手就算是下层身份，也可以在第1层身份时发动杀手技能。侦探每晚可以查验一个玩家的身份，但只能查看第1张的身份。心理学家可以在夜晚调换一个玩家的第1身份和第2身份。医生可以每晚选择救助1名玩家，但他不知道这名玩家是否被杀。化学家可以每晚毒杀1名玩家。明星可以在白天随时亮出自己的身份。法医可以查看在白天被投票处决玩家的身份。注意，如果1位玩家同时抽中杀手和精英杀手，则他可以在游戏中完全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被侦探查出结果为好人。侦探和杀手不可能产生在同一玩家身上。所有身份均已发放完毕，请各自自行查看。我的第1张身份是普通职员，第2张是医生，中规中矩的身份是好人阵营。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就听到远处传来魔女 Hector 的声音。天黑9点，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并且也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音。夜晚所有玩家行动完毕。天亮，昨晚死亡的玩家是潘贤静。潘贤静一脸错愕，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第1个被击杀的对象。江雅丽率先开口：“我直接报身份吧，我上层身份是侦探，下层暂时先不说了。昨晚查验了潘贤静，他是好人。”他的表情显得很坚定。汤明伸了个懒腰，懒洋洋地说道：“先不说你是不是真的侦探，你跳出来干什么？昨晚你查验的人已经死了，你给的信息还有什么意义？”江雅丽立马反驳道：“虽然是这样，但大家还需要一个带队的人。游戏规则也说了，侦探和杀手不可能在同一玩家身上，那就说明我侦探一定是好人阵营，那我就是铁好人。”古凯畅突然开口：“那现在还有人要和他对跳身份吗？”过了几秒钟，没有人说话。好吧，好吧，如果没人和你对跳侦探的话，那么你的确就是真的侦探。汤明有些无奈地说。刚被手杀的潘贤静突然冒了一句：“变得真快啊！”他突然指着汤明：“小伙子，说不定你就是其中一个杀手。”汤明冷笑一声：“大姐，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想抗推我呀？我倒觉得你更像一个杀手。”潘贤静漠然地看着他：“你别忘了，我昨晚上被杀了，难道不能证明我是一个好人吗？而且我也是被查验出来的好人。大姐，你是不懂规则吗？你上层身份是好人，不代表下层身份也是好人啊。还有，你以为昨晚被杀手选中的绝对是好人吗？你下面的牌是个普通杀手，你把这张牌放在下面了，所以昨晚你没有和队友互认，结果被误杀了，也有可能是自斗。为了做身份，潘贤静暴跳如雷。汤明，你闭嘴，我就是个好人。你说这种情况都是非常难见到的，请你不要再歪曲事实。”汤明立马补充道：“我想我已经找齐这场游戏的所有杀手了。”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怔住了。他自信地说：“普通杀手是潘贤静，精英杀手就是云溪。”首先，潘贤静刚才的反应实在是太激动，而云溪是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之前的恶魔游戏中，他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今天就一言不发，一定是心虚了。云溪依然保持着平静的面容。你对我敌意真大。我看向云溪，感觉这次确实与之前遇见的他完全不一样。江雅丽突然顿了顿，汤明，你就不要在这胡乱猜了。其实我有一个好的想法，能快速找到杀手。每个人都把身份报出来，不就很快能找到杀手了？古凯畅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这不就让杀手立马知道好人的身份了吗？潘贤静也附和道：“对啊，对啊。”江雅丽一脸淡定，我就是希望杀手能出来对调身份，这样2选1就简单多了。我思考了一下，立马反驳道：“这个逻辑有漏洞。首先，如果2名杀手为合璧 ，A 的上层身份是杀手，下层是医生 ；B 的上层是法医，下层是精英杀手。他俩其中一位玩家说自己是法医和医生，那就不存在有人和他对调身份的情况，那他就是个金刚杀手了。”江雅丽点了点头。你说的有些道理，的确今天不是该拍身份的轮次，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突然他望向一旁大声喊道：“裁判，请问我们可以离开座位找1名玩家私聊吗？”确实这场游戏规则并没有禁止这一点。此时魔女 Hector 的声音传来：“我可以给你们所有人仅有1次2人单独私聊的机会，并且只限今天有效，时间有限，请你们抓紧时间。”话音刚落，江雅丽突然站起身：“潘贤静，你来一下。”剩下的人都面面相觑，显然大家在这个时候都不希望让自己变得瞩目，毕竟在这个时候找人私聊太显眼了。没过多久，2人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江雅丽缓缓地说：“我想今天肯定还是要出人的。我今天暂时能认下的好人是潘贤静和曲靖。潘贤静今天被手杀，大概率做成好人。曲靖刚才那个逻辑很正，至少今天我是认他的。今天的处决我会从汤米、云溪、古凯畅中间出，而今天我最想处决的是您。”江雅丽突然指向古凯畅：“抱歉了，小哥，我今天最想处决你。”古凯畅的脸色瞬间惨白：“你确定吗？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而江雅丽表情非常的坚定：“从你拿到身份之后，我就发现你异常的紧张，完全不是一个好人的心态。而且在你们3个人当中，如果有2个杀手，很明显，汤明刚才踩了云溪，他俩是对立面，所以剩下的杀手自然就是你。”古凯畅立马辩解道：“我紧张那是因为这场游戏失败的后果太严重了，输了就立即死亡。”随即汤明也附和道：“这场游戏确实让人有些恐惧，如果你只凭这个就断定古凯畅是杀手，是不是太武断了？”潘贤静突然站了出来：“哎呦，2个杀手找齐了。”就在我还在思考的时候，一直沉默的云溪突然开口，他的声音平静不
不带任何的感情。我觉得江雅丽说的对，古凯畅的反应确实不正常。在我的视角里，这场游戏已经很简单了。江雅丽是全场唯一的侦探，潘贤静被手刀，曲靖如果是杀手，就没必要把拍身份有坏处说出来。所以我已知自己是好人，那么就只剩下古凯畅和汤米。不出意外的话，他俩都是杀手，所以今天出古凯畅，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说完这话，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上一局的恶魔游戏。作为魔道士的云溪，为了取得石俊杰占卜师的信任，卖掉队友保全自己，这样的伎俩他是非常会的。此时汤明冷笑了一声：“你这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的视角也很简单，你云溪和潘贤静是一伙的，想抗推古凯畅。等等，我想到了。古凯畅突然开口：“我能够证明自己是好人，我其实是明星，也就是说，我在白天的时候可以随时亮出身份。”突然，古凯畅的第一张底牌上浮现出了明星的标志，还散发着淡淡的金光。潘贤静有些惊讶，似乎没有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江雅丽缓缓开口：“的确，你上层身份是明星，可不代表你下层不是杀手。”对啊，古凯畅，你依然无法摆脱杀手嫌疑。潘贤静附和道。古凯畅刚想反驳，远处传来魔女 Hector 的声音。公聊还剩5分钟，白天的投票处决即将开始。听后，古凯畅面容扭曲，显得异常激动。我至少上层身份是好人，比其他你点的2个杀手坑位的汤明和云溪，从概率上来说要做好吧。汤明有些无语，你这样就像是诡辩了，概率不能这么算吧。古凯畅深吸一口气，好啊，汤明，你现在也不管我了，我明白了。古凯畅眼神犀利，汤明、云溪，杀手是你俩吧？一直假装互打，实则你们是在演戏。你们今天的目标很明确吧？不就是想把我这个杀手给抗推出去吗？古凯畅的话戛然而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说错了话。云溪微微一笑，你承认自己是杀手了？不是，我口误了。公聊时间已结束，请玩家在投票界面倒计时结束前及时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如下：江雅丽、潘贤静、曲靖、汤明、云溪投给古凯畅，共计5票；古凯畅投给云溪，共计1票。今天被处决的玩家是古凯畅。随即，古凯畅那张散发着金光的明星身份牌瞬间化为乌有。那么现在他和潘贤静都只剩下一层身份。投票结束后，魔女 Hector 的声音传来：天黑请闭眼。那种无边的黑暗好像把我整个人吞噬了进去，身边的一举一动都感受不到，静的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此时我大脑开始疯狂运转，如果明天不出意外的话，大家肯定会继续处决古凯畅，让他彻底出局。毕竟他是已经自爆的杀手。按照昨天的票型来看，我们所有人都将票投给了古凯畅，而他却投票给了云溪。这是为了帮云溪做身份呢，还是在给队友指刀呢？魔女 Hector 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天亮了，请各位玩家睁眼。昨晚死亡玩家是古凯畅和云溪，因为古凯畅2层身份都不在了，所以该玩家出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古凯畅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他张着嘴想要呼救，却连一丝的声音都无法发出，双手不停地挥动着。慢慢的，古凯畅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彻底消散在空气中。所有人都目睹了这一切，压抑的沉默再次降临在房间之内，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沉寂。潘贤静率先打破了这份沉默。等等，怎么这么安静？昨晚上死了2个人，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汤明立马接过话来，冷笑道：大姐，你在装傻吗？难道你不知道咱们中还有一个化学家？肯定其中一个是被杀手杀死的，一个是被化学家毒死的呀。江雅丽疲惫的开口，古凯畅是已经自爆的杀手，那么他肯定是被毒死的，而杀手昨晚击杀的是云溪。我觉得他分析的没错，而且化学家毒杀古凯畅这个行为可以看出，化学家这个玩家应该是个好人。汤明质疑的看着江雅丽，那为什么昨晚杀手没有击杀你这个侦探，而是选择了云溪？还有，你昨晚上的查验呢？江雅丽立马反驳，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侦探的身份吧？没有击杀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医生还在场吧。杀手不希望出现一个平安夜，亦或者是看出了云溪什么身份，想要优先去击杀他。对于昨晚我的查验，我暂时不想说。我思考了一下，接过话茬，还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不怕查，因为杀手牌在下层。那现在在场的还剩下2张牌的只有我、汤明、江雅静。那么江雅静是侦探，我知道自己是好人，那就只剩下汤明了。还有，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化学家是好人的推断，那现在我觉得化学家完全可以站出来了。江雅丽也附和道：是的，曲靖分析的很有道理，如果化学家能揭开自己的身份，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局势。云溪叹了口气，突然站起了身，那我就跳出来吧，我是化学家，我的上层身份是普通职员，下层是化学家。等等，云溪，你聊爆了。汤明突然发现了什么，迫不及待地打断了云溪。昨晚化学家发动技能了，你昨晚上的第1身份还没有掉，怎么发动的第2身份的技能？汤明得意洋洋地说。汤明，你着什么急？听我把话说完。昨晚主持人告诉我，化学家的身份被换到上层了。我惊讶道，2层身份被交换了。云溪继续说道，对，能做到的只有心理学家。已知夜晚的行动顺序是心理学家、医生、法医、侦探、化学家、杀手。所以我昨天在知道化学家身份被调换后，就把名杀手古凯畅给毒了。但我昨晚竟然也中刀了，但是无所谓，反正我的技能已经使用过了。潘贤静突然开口，不错，是我换的他的身份，我就直说了吧。昨天在我和江雅丽私聊的时候，他让我这么做的。江雅丽接过话，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但我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些复杂。首先，我是学心理学的，我推断杀手为了逃避被揪出来，大概率会把杀手身份放在下层。我作为侦探，肯定是希望能快速挖掘出杀手是谁，所以我就和潘贤静商量，让他调换身份。我直接去查验云溪的下层身份，但显而易见，我查验过后的结果是好人。云溪平静地补充道：对啊，你查验的是我化学家的身份，肯定是好人了，但你昨晚的查验也基本算是浪费。
费了。听到云溪的话后，江雅丽苦笑了一下。是啊，所以刚才让我报查验的时候我没有说，因为没有什么意义。那么现在咱们5个人中间只剩下一个杀手，云溪在我的视角里是好人，潘贤静是心理学家，那么只剩下汤明和曲靖了。江雅丽突然望向我，虽然昨天我保了你，但是你依然有成为杀手的可能性。不过相比汤明一直浑水摸鱼，我还是更怀疑汤明是个杀手。对啊，这下真相大白了。潘贤静沾沾自喜地看向汤明，我也更相信曲靖。那么你汤明肯定就是最后一个杀手。听到潘贤静的话后，汤明脸色难看，咬紧着牙，你潘贤静为什么就是铁好人了？潘贤静冷笑着，那好，反正我第一层身份已经不在了，那么我就说了吧，我第一层身份是法医，可惜第1天就没了。第2层身份是心理学家，刚才也和云溪对上了。那你汤明，你是什么身份？汤明吞咽了一下口水，缓了缓，好吧，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的2层身份都是普通职员。突然他的神情又变得严肃起来，所以曲靖，在我的视角里，你就是杀手。好吧，汤明，事到如今，那我只能报出身份来洗清自己的嫌疑。我上层身份是医生，下层身份是普通职员。昨晚发动了医生能力保护了江雅丽，不过杀手很聪明，没有去刀他，导致我医生的能力白费了。其实我是留着一个心眼的，故意把自己的身份上下层说错，还说自己医生的技能已经使用过。目的有2个，第一，我希望让杀手知道医生已经没用；第2，我隐藏在下层的医生身份，在关键时刻或许能成为一张决胜牌。江雅丽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那这样一来，侦探、医生、法医、心理学家、化学家以及明星身份都找齐了。那么汤明，现在只有你的身份无法被人佐证，今天就只能把你投出去了。汤明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严肃起来，你们今天不能出我呀，万一古凯畅不是杀手呢？那么我们现在5个人中还有2个杀手，如果你们今天出了我，晚上杀手把我第2身份给刀了，那么明天杀手和好人就是平票的情况下，晚上杀手做什么？今日的公聊时间即将结束，请注意好时间。魔女 Hecate 声音响彻整个房间。我明白了，汤明突然大喊，这2个狡猾的杀手就是曲靖和云溪，他们在这打配合呢。曲靖一直在这带节奏，让我们好人完全跟着他的思路走。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汤明的气势所震撼。潘贤静和江雅丽2人将目光转向我和云溪，我微微一笑，这逻辑简直离谱。如果我和云溪是队友，昨晚我们先把潘贤静的第2身份刀掉，再用化学家毒掉古凯畅的第2身份，就直接本票赢了。还有云溪要是杀手，那他昨晚上难道是自刀了？江雅丽用质疑的眼神看着我，可能是之前太过相信我俩，又好像对于我说的话没有反应过来。请在投票界面倒计时结束前及时进行投票。我毫不犹豫在汤明的头像上轻点了一下，在我心里现在已经基本断定汤明就是最后一个凶手。今天的投票结果是潘贤静、曲靖、云溪投给汤明，共计3票；汤明投给云溪，共计1票；江雅丽7票。今日处决的是汤明。江雅丽这一行为让我有点摸不清头脑。作为全场唯一一名好人，她的立场很重要。天黑请闭眼。这个夜晚我倒是没有思索太多。现在重要的是，明天该如何去发言，来劝说江雅丽。天亮了，请各位玩家睁眼。昨夜死亡玩家是江雅丽，在江雅丽的上层身份中刀后，现在场上的5个人，除了我以外，都只剩下了1层身份。江雅丽叹了口气，果然还是我中刀了。汤明眉头紧锁，看来曲靖和云溪不是2个杀手，要不昨晚上刀掉我或者潘贤静，你们就可以直接绑票赢了。所以现在能确定的是，只有1个杀手。突然，江雅丽轻轻咳了一声，我上层的侦探身份已经死了，不过昨晚我还是查验了，我查的是曲靖，他是好人。潘贤静突然插话道：“你的查验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汤明100%是杀手，今天给他投出局我们就赢了。”但这次汤明却表现得异常平静。昨晚我也思考了很多，你们先别着急，就算我是杀手，那么我也只剩最后一条命了，而你们所有人都还有这么多个身份，我刀得过来吗？的确，云溪和曲靖是没办法做成队友，这点的确是我疏忽了，但这不恰恰证明了我是个闭眼玩家吗？但是我分析的一部分是正确的，最后一个杀手就是曲靖，他就不一样了，他的视角比我清晰，所以极力的在好人面前提升好感。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今天如果曲靖把我顺利抗推出局，那他就已经赢了。已经赢了。潘贤静似乎有些疑惑，他重复着，似乎在想办法理解汤明的意思。你们别忘了，只有他现在有2层身份，咱们剩下的只要推出去1个，晚上他再刀1个，那他就赢了呀。江雅丽突然反应过来，确实，如果今天出错的话，我们就输了。此时我在大脑中总结着局势，我们现在在场的5个人，其中江雅丽是侦探，规则上是定好人，而云溪是化学家，也通过毒杀辽暴的杀手古凯畅证明了自己的好人身份。至于潘贤静，他心理学家和法医的身份都没有人对调，并且和云溪也对上，而我自己是个好人，那只有汤明能做成杀手了。可是刚才他的一番话确实很真诚。突然江雅丽打断了我的思绪，今天确实把曲靖出掉比较好，这也是最稳妥的打法。潘贤静也站了出来，我知道你是个理智的人，你总是能够从大局出发，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今天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牺牲精神，请你为了我们大家接受这个抗推吧。我心里默默叹息着，看来今天处决我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不过换个角度思考的话，其实就算我今天出局了，明天汤明基本上也是死路一条了。你的眼前有12张身份牌，6名玩家各获得2个身份牌，2张牌按照上下层摆放，玩家在上层身份死亡后才可以使用下层身份和技能，但精英杀手是特例，不论牌在上层还是下层，每晚都可以使用杀手技能。12张牌中有2张杀手牌，杀手牌和任意牌组合都属于杀手阵营。
注意，杀手牌和侦探牌不可在一个玩家身上。如果杀手和精英杀手都在同一个人身上，则被查验始终是好人。医生、法医、心理学家、化学家、明星的技能都只能使用一次。现在场上的5个人，只有我还有2层身份，除了云溪弃票以外，其他人一致决定处决掉我的上层身份。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稳妥的打法，但我却丝毫不慌，因为这样一来，我下层的医生技能就可以使用了。天黑请闭眼。此时魔女 Hecate 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医生请睁眼。而我也想好了，今天我保护的对象一定是江雅丽这个名好人。正当我准备开口时，魔女 Hecate 突然说道：“好了，我已完成确认，请闭眼。”等等，什么意思？我还没有使用技能啊！好了，请闭眼。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焦躁感，我尽量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反复回忆着规则。医生拥有1瓶急救注射药，在能够使用的第2个夜晚注射给除自己以外的1名玩家。当晚若其被杀手选中杀死，则会死而复生。等等，第2个夜晚，也就是说技能明天才可以使用。那这样话，我们好人也就只剩下1个轮次了。如果明天晚上我就不成人，那好人就输了。天亮了，请各位玩家睁眼。昨晚死亡玩家是江雅丽，因为她的2层身份都不在了。江雅丽出局。潘贤静脸色苍白地看着江雅丽空荡荡的座位，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如果这一轮我们选错，那就死定了。他突然望向一旁的云溪，咱俩现在该怎么办？曲靖和汤明2人到底谁是杀手？云溪沉默了片刻，平静地说：“我们不能因为恐惧就放弃思考，现在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哪怕这个选择或许是错的，但我们至少也努力过。”我听着云溪的话，好像他话里有话，但现在的局势来说，确实对我不是很友好。我该怎么逆转当前的局势呢？曲靖，你在演什么？汤明突然笑着看着我，你怎么不说话？是心虚了吗？我根本没有理他。一瞬间，我终于想到了破局的方法。对了，我猛地望向云溪和潘贤静，现在就算你们2个无法分清我和汤明谁才是最后一个杀手，但也能够让我们好人保底有75%的概率获胜。但我需要你们来配合，创造一个平票的平安日。汤明冷笑道：“你打算再拖1天吗？”但注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潘贤静也疑惑地盯着我，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关键信息，我昨天撒谎了。其实我现在的身份牌是医生，今晚我可以使用技能去救1个人。云溪听后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是的，如果今晚我能保住云溪和潘贤静其中一个，这样我能保对的几率就是50%。如果出现平安夜，那就说明我一定就是医生，剩下的杀手便就是汤明了。如果我保错人，那么明天和汤明再进行1次对决，那么好人在我俩中间选择也有50%的胜率，那么50%加50%乘以50%等于75%的获胜概率。潘贤静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同意你今天的计划。其实这个胜率对我来说是高于75%，因为云溪是相信我的，我只需要保护云溪，明天我俩把汤明投出去就赢了。看不出来曲靖，你特么还真够狡猾的。汤明冷笑的回击，想用这样的战术进行迂回是吧？如果你不敢答应我这个方案，就证明你心里有鬼。我的话如同一把利剑一样直穿汤明的心脏。好，我答应。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焦躁。我清了清嗓子，那么今天我和汤明互投，云溪投汤明，潘贤静投我就可以了。公聊时间已结束，请各位玩家考虑清楚后进行投票。接下来的投票环节，大家也都遵守了承诺。在魔女 Hecate 宣布完结果后，整个房间再次陷入黑暗。但愿今晚能够顺利保对人吧。如果我能够成功保对云溪，那么就能够完全坐实我的医生身份了，这样汤明就100%逃不掉了。时间在死寂的气氛中缓缓流逝，终于房间的黑暗渐渐褪去。当光线重新洒满房间时，4人的眼神交汇，彼此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中流露出的各种复杂情绪。昨晚平安夜无人出局，我长舒了一口气，露出如释重负的微笑。反观汤明，在听到这个宣告后，脸色骤变，这不可能啊！而云溪的脸上似乎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潘贤静若有所思地补充着：“曲靖证明是医生了的话，那么汤明就肯定是杀手了吧？”我明白了，我特么终于明白了。就在这时，汤明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两眼一亮，应该是你曲靖上层身份才是杀手，而下层身份是医生，因为你杀手身份已经没有了，所以你昨晚本来就刀不了人了。汤明，你现在已经慌得开始胡言乱语了吗？我叹了口气，你要不要再仔细思考一下你究竟在说什么？你这么快就忘了？就在你们出掉我上层身份的那个晚上，江雅丽被刀出局了，那时候大家都只剩下1层身份，杀手肯定藏在下面。汤明又将目光转向潘贤静和云溪，之前我们一直默认了你们俩是好人，为什么你们2个肯定能够做成好人呢？汤明，你可真是丢人呐！现在就如同疯狗一样乱咬人了。潘贤静的话语犹如一记耳光，打在汤明的脸上，让他的激动情绪瞬间凝固。好了，我将所有的分析给你们阐述一遍，让你汤明死个明白。我严厉地盯着汤明。首先，我的嫌疑通过这个平安夜已经能够充分证明我的下层身份一定是医生了吧？而现在杀手还在场，那肯定我就是名好人了吧？其次，潘贤静2个身份，法医和心理学家，一直都没有人和他对调，那就一定能够证明他也是好人。还有我说过那个逻辑，杀手阵营的2个人，如果要穿神职的衣服，那就是2人加起来是2个普通职员和2个神。玩家中其他人和潘贤静组合都是3个神，是做不成2个杀手的。但除了你，如果你推断潘贤静是杀手，那只有你能做成他的队友。接下来是云溪，他跳的化学家也没有人和他对调，而且明显现在全场只剩下1个杀手，那么死去的古凯畅必定是其中之一。云溪毒掉了杀手古凯畅，而且我昨晚救了云溪，说明他昨晚中刀了，也完全证明他是个好人了吧？所以就算只凭借排除法，也只剩下你了。
汤明，你就是最后一个杀手。汤明突然大笑起来，那就为你们愚蠢的行为买单吧。你们之中的其他好人就跟着我一起去陪葬吧，哈哈哈。公聊时间已结束，请各位玩家考虑清楚后进行投票。投票结果如下：潘贤静、曲静、云溪投给汤明，共计3票，汤明7票。终于要结束了吧？我长舒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我们好人终归是赢了。就在汤明的身体彻底消失的那一刻，魔女 Hecate 的声音再次响起：“好了，天黑请闭眼。”